吃瓜点订阅，大家好，我是嘴姐。汪小菲和大 S 一家又闹起来了。大 S 起诉汪小菲未履行离婚协议，3月起不再支付他生活相关费用，至今累计欠超500万元，便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，并且法院已经裁决，汪小菲在台湾的部分资产将会被查封。此举激怒了汪小菲，他直接晒出赡养费汇款表，正面回怼大 S。直言就是不想再给他们交电费了，并爆料司机、阿姨的工钱、孩子的学费、生活费都是他给的，但大 S 却阻止他看孩子。汪小菲还在留言加码爆料，称大 S 现在住的价值4亿台币是他买的，他付了2.4亿台币首付，每个月还要还100多万人民币房贷。他还大骂具俊晔是窝囊废，住到里面连床垫都没舍得换，还要他来付电费。虽然 S 妈多次发生反击，但均被汪小菲回怼，昔日友好关系也算是彻底撕破脸了。不过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汪小菲后续开撕的火力居然是对准了小 S 和她老公徐亚军。汪小菲多次炮轰小 S 不走正规渠道，过量服用处方药斯诺斯，他还斥责小 S 踩着大 S 的人血馒头上位，自己过得不好，也不想让大 S 过好。他与大 S 结婚10几年，S 妈过的节日都是他安排的，而小 S 的老公就在 S 家会所下找姑娘。从汪小菲的言辞间可知，他认为小 S 过得不好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徐亚军。他还再度爆料，小 S 老公的朋友唐老师正是徐亚军养小三对外的挡箭牌。虽然有不少网友不解他为何把火力对准小 S， 但小 S 与徐亚军的婚姻关系也再度被网友提及。小 S 与徐亚军结婚多年，但两人从恋爱起就频频爆雷。2004年，小 S 被媒体拍到和富家子弟徐亚军恋爱，同年徐亚军就被拍到和女性友人饮酒作乐。当时不少媒体和网友都不看好小 S 这段新恋情，还是小 S 的妈妈发声称徐亚军其实并不爱玩。2005年，小 S 和徐亚军还是在众人的惊讶中领证结婚了。在筹备婚礼时，小 S 还公开向媒体晒恩爱，感性地称：“我愿意成为老公的终身菲佣。”可见小 S 是多么爱老公。小 S 与徐亚军结婚举动对徐妈妈来说是先斩后奏，小 S 未婚便已经怀了徐亚军的孩子，这犯了徐妈妈的大忌。还是大 S 帮忙铺垫气氛，适度的煽情，才让 S 妈很快冷静，并同意了两人结婚。婚后，小 S 老公也是花边新闻不断。2011年，他在小 S 怀3胎的时候更加离谱，带着女演员杨晴同游上海。据徐亚军身边的朋友爆料，他还向朋友介绍杨晴是他的女朋友。2016年，小 S 老公又被曝已经从知名夜店转移到隐秘性极高的私人招待所。2019年，徐亚军又被曝现身夜店，并贴心送美女回家。从现场被拍到的图片看来，徐亚军对辣妹非常照顾，一直陪伴在左右，开车接送。台媒报道称，徐亚军的细心体贴还不止这一点，他甚至还会为嫩模们介绍工作，让他们来内地发展。不少嫩模因为没有当地银行户口，徐亚军还会热情帮忙转账给嫩模，连具体的人和钱以及女方聊天记录都被台媒曝光了。从他和友人的聊天记录可以看到，他对于徐亚军这样乐善好施的行为非常感激，称对方是大善人，还担忧不知道他还可以照顾我多久。基本上，小 S 老公出现的新闻都是负面为主，除了嫩模外，还有家暴、财务、面包店风波等。但无论他闹出什么事，小 S 都会帮他善后，并大秀恩爱，表示自己相信老公。现在汪小菲直接爆料徐亚军出轨细节，一天下来，小 S 都没有回应，连带着 S 妈都没有回应与徐亚军有关的事，就连大 S 的经纪人也跳过徐亚军的事，直接撕汪小菲出轨。不知道后续小 S 会出来替自己和徐亚军喊冤吗？汪小菲大 S 之间摩擦升级，本应该私底下解决的事情，奈何被放大至网上，沦为全网的笑柄。热度持续发酵，
自21日，汪小菲持续发文炮轰大 S 一家，两家长辈互相揭短后，大 S 经纪人看不下去了，出面发长文回应。主要内容说的是，上周才含泪说完感谢把孩子带得这么好，这周要上演孩子争夺战，争的不是孩子，是争再婚那吞咽不下的一口气。当初大 S 和汪小菲是在没有饮酒且有双方律师的见证下签下的离婚协议书，无论条件或金额都是在清醒的情况亲自签名用印的，如同婚内外语一般亲自干出来铁铮铮的事实。无比震惊中拟了这份声明稿，依旧有说等于没说，因为孩子的权益永远摆在一位母亲的利益之前。经纪人看起来相当气愤，事实上这个瓜吃到现在，冷静下来想一想，基本明了，生活费以及各种补偿是两人协商好的，写在协议里，经过双方的同意，既然选择签下协议就要履行，不论外界的大环境怎么变，并不影响协议，所以大 S 只是合理维权罢了。至于汪小菲所晒出的记录，情感上可能相当多的人会支持汪小菲。按理说，大 S 具俊晔已经结婚并且住在一起，那么水电费由本人缴纳，合情合理。然而理论上协议已经签订，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。汪小菲大概率还得继续履行协议，毕竟不愿意缴纳的话，当初可以不同意签字，但他签了。另外，经纪人很刚地透露，汪小菲婚内外遇，也就是他所提到的婚外情。于是张颖颖再被网友扒出来，两个人相约的场面再被放大，事情牵扯到更多人，愈发的狗血和复杂。汪小菲跟大 S 风波再次上演番外剧，简直比连续还精彩。在大 S 发生之后，汪小菲接连发文回击，先是让大 S 别 BB 了，质问他把孩子接回北京过寒假行不行，还嘲讽徐妈妈自己的孩子不需要他养，被台媒吐槽像吃了炸药。接着汪小菲继续爆料小 S 老公徐亚军，喊话大 S 称，你妹夫在上海养了好几个女的，我在台北都见过，个个都是你小嫂子，你妹还来这儿跟我逼逼，他最恨的人就是你，没问题，别把我孩子混在那儿。接着汪小菲直接大骂具俊晔，称他20年前给大 S 造成的伤害，凭什么让他和孩子买单，还喊话具俊晔，让丫的给我从我装修的房子滚出去，离孩子远点儿，你保护不了他们，明天我去，我保护。汪小菲杀红眼了，情绪完全失控的样子，丝毫不听网友劝解，看上去是被大 S 一家气疯了。有网友在评论区开玩笑评论，心疼汪总，老婆被人睡还要给人付开房费，哈哈，真的被这个评论笑死。其实导火线还是台媒，他们曝光了大 S 起诉汪小菲索要赡养费，法院判决强制要求汪小菲执行，汪小菲彻底破防，颇有跟大 S 一家鱼死网破的架势。在汪小菲晒出汇款明细之后，网友发现原来大 S 索要的是自己的赡养费，而非子女的费用，也就是大 S 再婚还要求汪小菲养自己，同时带着现任老公住在汪小菲的房子里。而汪小菲也气不过，自从大 S 3月宣布再婚后，就没有支付他的赡养费了。所以虽然大 S 拿当初离婚时协议说事，但网友还是无法理解，导致舆论大面积吐槽大 S 太过分了，让前夫养现任的梗就这样诞生。汪小菲也亲自上线疯狂抨击大 S 一家，从大 S 妈妈到小 S， 再到小 S 老公和具俊晔，无一例外都被骂了一遍。而网友也似乎不意外，觉得汪小菲像个冤大头。也有网友觉得，既然离婚时同意这个协议，为啥现在又反悔？于是张兰加入战火，称离婚协议前提有一个条件是大 S 不能再婚。然而大 S 1个月后就结婚了，还谎称只是同居没领证，直言大 S 一家会编剧本。眼看舆论进一步失控，大 S 也通过律师发布了声明，只是通篇都在绵里藏针，表明求和休战，但句句查理查气，被网友抨击会玩舆论，10个汪小菲也斗不过。虽然双方亲友下场了，但是比起汪小菲，大 S 一家还是比较占据优势的，尤其是他们有大量媒体资源，可以通过知情人、亲友、S 妈来回应，本人不亲自参与，很多时候留了余地和面子。而汪小菲则没有团队，
每次自己上线发飙，一旦激动骂了人，就难免显得难看，让对方占据了舆论高点。所以最后还是真心建议汪小菲请个大律师给自己好好规划一下吧，别憋不住乱抨击一通。大 S 都开始放话了，让他别触法，意思很明显了，如果再乱说就不会放过他了，而他言多必失，很容易被抓住把柄，真没必要。